倘若你在半年前入手 CoreWeave， 眼下的账面收益大概率已达成4倍增幅。若此前攥住 APLD 的契机，仅用数月时间本金就净值涨至5倍。而 Nebius 更凭着 614% 的惊人涨势，让一批投资者快速实现了财富积累。这般感受绝非只停留在盈利单一层面，更近似于亲眼目睹财富在眼前持续翻倍激增。英伟达的亲儿子们已接连步入爆发阶段，顺利引燃了全市场的热度。可核心疑问随之浮现，下一个能达成爆发式增长的标的，究竟会落在哪家身上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eo 美股频道。这里是我记录投资思考与交易心法的地方，每天都会和你一起拆解市场脉络，分享实盘中的真实感悟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，那先点个关注，因为在这里我们不炒概念，不喊口号，只聊数据逻辑和趋势。今天我们这期视频聚焦英伟达即将爆发的亲儿子们，来拆解一下谁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10倍股，半导体、AI 医疗还是自动驾驶呢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在芯片领域，有一家特殊的隐形巨头 ARM Holdings， 它从不亲自制造芯片，却让全球几乎所有芯片都离不开它的技术支撑。事实上，全球 99.9% 的智能手机，从汽车到手表的海量设备，乃至 AI 服务器都在遵循它制定的指令运行。随着 AI 浪潮席卷全球， ARM 也因此被推上算力入口的关键高地。但问题随之而来，这份被市场热捧的地位背后，到底是可持续的机遇，还是短期的泡沫？要解答这个问题，我们不妨从 ARM 的商业模式与核心竞争力说起。ARM 创立于1990年，总部位于英国剑桥。与传统芯片厂商不同，它不涉足芯片生产环节，仅专注于出售芯片设计方案。通俗来讲，它更像是芯片领域的技术版权方。其他企业若想生产芯片，只要采用 ARM 的架构，就需要支付2笔费用，一笔是前期的授权费 license， 另一笔是每颗芯片出厂后的分成 royalty。这门生意的精妙之处在于，芯片销量越高， ARM 无需额外投入就能持续获取分成收益，形成了躺着赚钱的盈利逻辑。从最新一季财报数据中，我们能清晰看到 ARM 的成长态势。版税收入达 5.85 亿美元，同比大幅增长 25%， 授权收入为 4.68 亿美元，虽小幅下降 1%， 但总营收仍实现 10.53 亿美元，同比提升 12%。简单总结来看，尽管授权业务节奏存在短期波动，但版税收入的强劲增长已成为拉动业绩的核心动力。而这波版税增长并非偶然，它背后的关键推手正是 ARM 的新一代架构 ARM V9。相较于旧版 ARM V8，ARM V9 架构在安全性上更优， AI 加速能力更强，尤其能适配云计算、AI 汽车等新兴市场的需求。从内部数据来看， ARM V9 贡献的版税占比正快速攀升，这意味着 ARM 当前的增长并非依赖过往技术积累吃老本，而是由新架构拉动的新一轮现金牛周期。ARM V9 不仅驱动了短期业绩，更给 ARM 带来了3重长期红利。第一是提价红利，新架构的授权与分成单价更高。第二是放量红利 ，AI、汽车、云计算等领域的爆发，催生了更多芯片需求，进而带动分成增长。第三是长尾红利，旧架构仍能持续贡献收入，新架构又接续打开增长空间。这3重红利叠加，形成了 ARM 最坚固的护城河，时间复利与技术复利的双重效应，技术迭代持续提升收益空间，时间推移则让存量架构与新增需求共同放大收入规模。在 ARM V9 之外， ARM 近期还推出了 Lumax 系列产品，进一步贴合 AI 浪潮的需求。该系列主打设备端 AI 推理，简单来说就是让 AI 功能无需依赖云端，也能在本地设备如手机、手表上运行。据介绍， Lumax 系列的性能较前代提升5倍，能效提升3倍。这一产品布局的意义在于，未来智能手机、手表、IoT 设备中的 AI 功能，大概率将依托 ARM 技术实现。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英伟达的专属舞台， ARM 正通过本地化算力布局，悄悄拓宽自己的生态边界。ARM 的商业模式不仅独特，更具备极强的盈利韧性。从数据来看，它的非 GAAP 毛利率高达 98%， 营业利润率达 39%， 过去1年自由现金流接近6亿美元。同时，未来收入的能见度也非常高， ACV 年化合同价值同比增长 28%， RPO 剩余履约义务稳定维持在22亿美元高位。换句话说， ARM 通过合同提前锁定了大量收入，后续只需按节奏履约收款，这种轻资产、高毛利稳现金流的模式，让它盈利基础格外扎实。亮眼的盈利能力与清晰的增长逻辑也反映在 ARM 的市场估值上。截至2025年10月， ARM 的市值处于1007亿美元左右，对应 PE 超过250倍，远高于半导体行业平均水平。市场愿意给出如此高的估值，核心原因只有一个：成长性。具体来看，支撑它成长预期的逻辑有3条。
一是 AI 服务器 HPC 高性能计算领域正从 x86 架构转向 ARM 架构，打开新市场空间。二是边缘 AI、IoT 领域爆发，低功耗芯片需求激增，而 ARM 在该领域优势显著。三是与苹果、高通、三星等巨头长期绑定授权，生态体系稳固不可破。尽管 ARM 的护城河深厚，成长逻辑清晰，但市场竞争与行业变化仍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风险。首先是 RISC-V 架构的威胁，作为开源架构，它无需支付授权费用，正被越来越多厂商选用。其次是客户自研趋势，苹果、谷歌等巨头均在推进自研芯片，未来存在脱离 ARM 授权体系的可能。再者是战略摇摆风险，若 ARM 未来决定亲自下场造芯，可能会与现有客户形成竞争关系，破坏生态平衡。最后是估值泡沫风险，250倍的 PE 已处于高位，一旦 AI 行业增速放缓，股价可能出现剧烈波动。从投资逻辑出发 ，ARM 无疑是一只稳健型 AI 生态个股，模式轻量化，现金流稳定，成长逻辑清晰，且在芯片架构领域具备不可替代的生态优势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当前过高的估值也让它容错空间极小，一旦业绩不及预期或行业逻辑生变，估值回调压力较大。一句话总结就是 ARM 是优质企业，但当前价格是否合理，仍需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判断。要是有一天 AI 不再只围着算图写文字打转，而是钻进实验室亲手操刀，从头到尾主导新药设计，你说整个制药行业的玩法会不会就此被彻底颠覆？已经有人带着这个疯狂想法往前冲了。这家公司就是 Recursion Pharmaceuticals， 股票代码 RXRX。作为扎在美国的临床阶段 TechBio 企业，它走的路和传统药企完全不同，不循规蹈矩做研发，反而把自动化实验、AI 算法、机器视觉拧成一股劲，非要把药物研发的老流程推倒重画。它的核心杀招叫 Recursion OS。说简单点，这个平台能自主生成海量生物数据，比如细胞的高清图像、分子间的反应变化，再交给机器学习模型去挖规律才药效，挑出最有希望的分子。要知道，过去传统药企搞研发，动辄耗10年，砸上$1，不少团队熬到一半就撑不住。而 RXRX 偏要打破这种困境，把这场漫长马拉松改成拼效率的算法冲刺。除了自己闷头搞研发 ，Recursion 还推出开放平台 RXRX AI， 给科研机构开发者共享部分数据和工具。这不仅是为行业做贡献，更是在悄悄搭建自己的生态朋友圈。也正因如此 ，RXRX 成了 AI 加医药赛道里最敢闯的玩家之一。而市场最关心的是，它这套靠算法找药的路子到底能不能真正走通。我们来看看它的研发落地情况。目前公司把重心盯在肿瘤治疗和罕见病上，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是口服小分子药 REC617， 一款专门针对 CDK7 的抑制剂。为什么选 CDK7？ 因为它是细胞转录和分裂的关键开关，而癌细胞刚好靠它实现疯狂繁殖。理论上，只要抑制 CDK7，就能让癌细胞熄火。更值得期待的是，同领域的 CDK4 和 CDK6 药物每年已能卖几十亿美元，证明这个赛道的市场潜力。要是 REC617 能先一步获批，说不定能直接撕开一片全新蓝海。不过要注意，它目前还处在127临床阶段，离商业化还有距离，但论潜力绝对是 RXRX 手里的王牌资产。近期 RXRX 有2个关键动作，既关乎技术协同，也影响后续发展底气。首先是战略合并，公司宣布要和英国 AI 制药公司 Exscientia 整合，把双方的数据、算法、药物管线全揉到一起。这一步被外界看作 AI 制药行业的信号弹，毕竟单打独斗太难，抱团取暖才能在研发难路上多撑几步，也能让技术优势更集中。其次是即将到来的财报，11月5日公司会发布最新数据，市场目前预期营收约1936万美元，每股亏损 0.35美元。分析师最关注的一是亏损能不能收窄，反映成本控制效果；二是合并后的协同效应能不能落地，比如数据整合进度、管线推进效率。从资金层面看 ，RXRX 目前手里攥着约5亿美元现金，加上Sanofi 等合作方的里程碑奖金，短期不用筹钱。同时，公司也在省着花，砍没必要的成本，只盯高价值管线，目标是把现金支撑周期拉长到2027年底。要知道，研发这条路有钱才能闯，这份现金流底气也给它的技术落地多了份保障。从基本面看 ，RXRX 的亮点很突出，这也是市场关注它的核心原因。第一是技术壁垒够硬，自动化实验加 AI 建模展出的独一份数据资产，是传统药企想学都学不来的护城河。毕竟数据积累越多 ，AI 模型的预测精度越高，研发效率优势会越明显。第二是合作潜力够大，要是能富智和赛诺菲的合作模式，再和更多顶尖药企签下大额合作单，既能获得稳定现金流输血，也能证明行业对它技术的认可。第三是管线有爆发，可能一旦核心药物在2、3期临床成功，
它的商业化价值会被重新评估，估值说不定能直接起飞。但光纤背后风险也同样不容忽视，这些都是投资者必须警惕的。首先，新药研发本身就像走钢丝，哪怕有 AI 帮忙，也没法完全消除失败风险。临床阶段随时可能因为安全性、有效性不达标而终止，这对依赖管线的 RX 来说是致命打击。其次，烧钱速度不慢，要是2-3年内没什么关键进展，现有现金撑完后可能就得面临再融资压力，而市场环境变化可能让融资难度加大。最后， AI 模型有隐忧，要是模型出现偏差，数据质量不过关，不仅会拖慢研发进度，还可能放大临床风险，让前期投入打水漂。RXRX 近期的股价走势刚好反映了市场对它的情绪波动，合并消息一出，叠加财报预期，股价先涨 10%， 但随后因高管减持、亏损扩大的担忧，之前的涨幅又全吐回去，目前在$5上下徘徊。其实这很符合它的属性，典型的新闻驱动型 AI 医药股，涨跌几乎全看临床进展、合作动态这些关键消息，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股价大幅波动。从投资逻辑来讲 ，RXRX 属于高风险、高弹性、高想象力的标的，技术方向没毛病，数据壁垒也真实存在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些纸面潜力能不能熬成真金白银的现金流？毕竟研发周期长，不确定性大，需要时间和耐心去验证。所以投资 RXRX 是一场豪赌，它的潜力能让人热血沸腾。毕竟 AI 颠覆制药的想象太诱人，可风险也锋利得让人不敢大意。研发失败、资金链紧张都是实打实的坑。要不要入局，关键得先想清楚自己能扛住多少波动，再根据指标动态调整判断。自动驾驶常被视作未来交通版图里最关键的一块拼图，梦想仿佛就在指尖可触可现实的骨感，却总比想象中更磨人。真正的考验从不是能不能做，而是技术能不能先跑通成熟。在此之间，时间成本不断增加，投资者的耐心很可能会先被漫长的等待耗光。那么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考验里，文远之行 WRD 是绕不开的主角之一。2017年从广州起航，如今他已成长为国内全站式自动驾驶领域里最具标杆意义的玩家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市场对自动驾驶落地的期待。和传统车企先造车再升级智能的路径不同， WRD 从起步就锚定了纯自动驾驶的生态赛道，不想做半成品。它的产品矩阵铺得很全， Robotaxi 无人出租车， Robobus 无人巴士， Robovan 无人物流车， Robosweeper 无人清扫车，几乎把城市里需要无人化的关键交通场景都覆盖到了。它在打造一套完整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，而这份布局也慢慢结出了果实。截至目前， WRD 的业务已经走进全球11个国家，30多个城市。不只是在国内稳步落地运营，它还和 Uber 联手，在阿布扎比迪拜推出了 Robotaxi 服务，成了国内最早带着自动驾驶技术闯海外的企业之一。就连对技术准入要求严苛的欧洲，它的无人驾驶巴士 Robobus 也拿到了比利时政府的 L4 级测试许可，成了少数能在欧美拿到商业测试牌照的中国品牌。这份出海成绩单在自动驾驶赛道里算相当亮眼的，也让它的国际化潜力多了几分底气。能在国内外打开局面，核心靠的还是技术硬实力。从 L2 级辅助驾驶到 L4 级完全无人驾驶， WRD 早就铺好了全层级的技术布局。尤其在最难的 L4 级特定环境下，能完全脱离驾驶员控制领域。它已经积累了数千天的无安全员运营经验，还拿下了好几个国家的商业化测试许可。这可不是实验室里的技术，能在公共道路上长时间无安全员运营，意味着它的系统不仅能识别路况，还能应对突发状况。真正具备了跑在路上创收的能力，这也是它后续能推进商业化的关键基础。技术和业务的铺垫，终于在财务上看到了曙光。2024年 ，WRD 顺利敲开纳斯达克的大门，完成上市。到了2025年第二季度，它的财报第一次让市场真切感受到商业化落地的可能。单季营收$1780万，同比增长 60.8%， 其中 Robotaxi 收入$640万，同比更是直接飙涨 836.7%。就连毛利率也在慢慢改善，成本结构越来越稳。这组数据背后是 WRD 终于从花钱做技术实验的阶段，跨进了能赚真实营收的新阶段。对长期靠融资生存的自动驾驶企业来说，这无疑是个重要的里程碑。可就在市场以为拐点一致时，一个扎心的问题却摆在面前。明明业绩有好转，股价怎么会从$44跌到$10？咱不绕虚的，直接把核心逻辑拆透，让大家看得明明白白。首先是估值炒得太疯。今年2月，英伟达在 13F 文件里披露持有 WRD 股份，市场直接把这当成巨头倍数的信号，短线资金扎堆冲进来，股价一下子被炒到高位。
但这种靠单一新闻吹起来的涨势本就不扎实，来得快，凉得也快。紧接着是解禁抛压的冲击，4月份早期投资人和私募股东的股票陆续解禁，这些资金当初入局是为了赚早期收益，解禁后集中抛售，高位股价自然扛不住，一下子就被砸了下来。除此之外就是外部压力，那其他竞争公司时不时就传出新合作、扩规模的消息，这个资金自然会往更确定的项目跑。而且作为有中国背景的文远之行，在美国上市本身就带着估值折价，政策上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市场焦虑就会被放大。再加上高位时多是短线资金在炒作，量化和高频交易模型又加速了下跌，最后就把股价从40多美元砸到了个位数。说到底 ，WRD 这波大跌不是公司本身出了岔子，而是估值、炒作过度加解禁抛压以及盈利兑现不足，这3大问题凑到一块儿，再被同行竞争、监管焦虑、量化砸盘这些因素放大，才酿成了这场从天堂跌进地狱的股价修正。那有朋友可能会疑惑，现在的 WRD 适合抄底吗？别急，精彩的来了。最近这段时间 WRD 的股价总算有了稳住的苗头，背后有2个关键原因，一是市场传出消息，它在 Robotaxi 和 Robobus 领域拿到了新的牌照和合作，订单商业化推进有了新进展。二是有分析师给出了买入评级，把目标价定在了12美元左右，给市场注入了一点信心。但咱得保持清醒，目前公司的 PS 市销率还有 57.45 倍，比行业平均的 7.04 倍高太多，这说明市场对它的未来依然充满想象，只是这份想象能不能落地，还得看后续的硬数据。我对 WRD 的态度是谨慎中藏着期待，期待是因为它的 Robotaxi 已经开始慢慢放量，要是能持续推进，未来真有可能踩上像网约车早期那样的爆发增长曲线。但真想下重注，我会等2个实打实的信号。第一个是 Robotaxi 的月订单能突破20万单，而且单车每天的利用率能稳定在8小时以上，这说明业务不只是有订单，还能高效运转赚钱。第二个是至少2个海外市场能实现持续商业化，不是偶尔赚一笔，而是能长期稳定创收，证明它的出海不是噱头，而是真能打开海外市场。反过来，如果出现重大安全事故，这对自动驾驶公司是致命打击，或者毛利率长期转不了，证明商业模式走不通。那咱就得果断琢磨减仓，甚至彻底离场。投资里及时止损比盲目乐观更重要。最后咱们做个清晰总结，此前英伟达核心关联标的 CRWVN、BIS、APLD 已经让市场真切见识到了惊人的增长爆发力。如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，下一个能接棒的财富黑马会是谁？结合今天聊到的3家公司，答案的逻辑其实很明确。具体来看他们的定位与价值，先是 ARM 作为稳健型算力生态股，它凭借轻资产模式和稳定现金流立足，核心竞争力集中在客户粘性与生态份额的巩固上，很适合作为长期持仓的底仓，帮投资者稳稳承接 AI 行业的长期红利。再看 RX， 它是 AI 医疗赛道的探索者，典型的高风险对应高回报。如果你的仓位能承受短期波动，用小资金尝试布局，或许能博到10倍收益的成长空间。最后是 WRD 作为自动驾驶领域的政策敏感标的，它的 Robotaxi 收入已经有了起色，但能否实现规模放量，关键还要看监管政策的推进节奏与资本市场的支持力度。若敢把握政策窗口期，说不定能收获超预期回报。对应到不同投资风格，选择思路也会更清晰。如果是偏好稳健的投资者，可将 ARM 纳入长期投资组合，追求稳稳的行业红利。若是想博取高弹性收益，不妨用少量仓位布局 RXRX， 争取高成长机会。而敢于捕捉风口的投资者，则可以重点关注 WRD 的政策拐点，等待政策驱动的爆发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英伟达系标的已经率先爆发，下一个接棒者大概率不会给市场太多犹豫和准备的时间。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投资风格，是稳健派、激进派还是风口捕捉派，确定后再把资金配置到最契合的标的上，才能更精准把握机会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如果觉得这些分析对你有启发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并订阅，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更倾向于选择 ARM、RXRX 还是 WRD。我是Leo，感谢你看到这里，万字拆解只会帮你看清市场里的真信号。拜。